好，马上来关心一下这样以巴冲突哦，因为以色列已经成立了紧急的政府战时内阁3人成军哦，包含了总理纳坦雅胡，还有这个原本他的政敌哦，就是民族团结党的党魁也同样都是加入。现在经过协商哦，双方合作要筹组紧急政府跟战时内阁来因应这一场战争。那甚至还有神秘的金主出现在纽约机场的柜台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犹太人是在美国这边，也在美国的这种政界啊、金融界啊、商界啊。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哦，所以这个神秘的金主他在柜台里面，就是只要有人是要准备回去作战的，他就帮忙买机票，所以他总共买了250张机票，要送以色列人回去参与作战。那再来看看这个，现在以色列因为发起了一阵猛攻哦，所以1小时空袭250次哦，人家讲说可能是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地面战争，为地面进攻开始进行铺路。那以色列是已经放话说要把哈马斯连根拔起，说要嚇阻全球的激进分子。那以色列甚至袭击了这个加萨北部地带80多个地点，包含了像是银行啊、隧道啊，还有我们这2天有看到像是加萨的大学，或者是加萨港哦，其实它是渔民在捕鱼的港，都是平民的一些组织哦。可是现在因为以色列就是已经宣布了，他们已经。就是等于说没有分民宅或者是军事组织哦，或者是说他们觉得说，有些军事组织藏在民宅后头，所以开始进行全面性的轰炸。那还有记者在讲说，看起来现在加萨没有一处是安全的，很多加萨的民众在仓皇的避难。那整个从空拍的卫星图来看哦，加萨整个社区哦已经一片焦黑，等于说以色列铁腕围困了5天，现在加萨走廊连唯一的发电厂都已经停摆了，全线陷入到了黑暗，清真寺也已经被炸的摧毁哦，所以感觉上面双方的这个敌对态势又更加升温。那现在看起来中东大战真的是一触即发哦，已经变成4面开战了。包含了加萨走廊这一边，还有黎巴嫩、叙利亚也要参与战争哦。然后他们也这个民兵也进入到，应该是说他们的以色列军哦也进入到这个约旦河西岸，所以这已经开始是4面的战争。那我们看看，伊拉克跟也门的武装组织也出声了，就是说中东的抵抗轴心哦都快要到齐了。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他说美国现在目前在伊拉克有2500名驻军，在叙利亚有900名驻军哦，主要就是为了要协助打击，就是美国宣称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ISIS。然后呢，他们在2014年占领了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大片土地。那所谓的抵抗轴心，他们的共通点就是反美国跟反以色列，包含了黎巴嫩的真主党，就是这一路过来的，还有呢这个伊拉克的民兵、也门的青年运动等什叶派的武装分子哦，还有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的民兵团体、叙利亚的国防军，这些都被归纳在这个西方口中的抵抗轴心哦。那现在看起来，伊拉克的真主党哦，他们已经有最新的表态说，如果美国介入以巴冲突的话，他们就会以飞弹、无人机跟特种部队来袭击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也门首都的叛军组织青年运动，他们也表示说会用无人机、飞弹跟其他的军事行动来回应美国对于加萨的任何干预，并且说已经准备好跟其他抵抗轴心的盟友来协调出手。那以色列其实过去在1948年的时候，第一次的以阿战争也被称为以色列的建国战争。当时呢，就其实以色列同样也是对抗非常多这个阿拉伯国家，跟这个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还有沙烏地阿拉伯、黎巴嫩，他们是向以色列宣战。那以色列一个国家打阿拉伯国家哦，那后来以色列也这个就被列为这是一个建国战争。那人家看说现在看起来，虽然是民兵陆续加入，抵抗轴心也陆续在加入这一场战争，但是人家有一种既视感，就说感觉很像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建国战争又2.0了，会不会整个中东都大乱呢？那加萨的民众当然也是很无奈、很无辜，很多人也蛮同情加萨的一些难民哦。哈马斯现在已经宣布说要来释放一个女子跟2名女童的人质哦。那以色列的电视台是质疑说，这个是假讯息吗？那我们看看联合国也说到了，加萨现在目前已经有高达26万人流离失所，甚至有加萨女子讲说，
我们到底做错什么？我们孩子也没做错什么啊，我们现在没电、没有网、也没有食物跟水，到底是为什么？还有加萨走廊的父亲非常的悲痛，将婴儿下葬。他们就是死于这个以色列的空难哦。那同样，他妈妈跟这个3个孩子的妈妈啦，跟3个姐姐也都遇难了。那巴勒斯坦的母亲啊，甚至是崩溃的哭喊。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对，所以现在因为整个加萨已经在这边都已经被以色列给围起来了，所以他们现在唯一能够逃的方向只能往这个埃及这一边来逃。但是呢，现在埃及是宣布哦，就是说拒绝。他们已经把边境封锁了啦，等于说所有的加萨人是无处可逃了。那他们说拒绝这些巴勒斯坦人哦涌入西奈半岛，因为有些美国人也是在协调说是不是可以从这边来离开，但是埃及都已经予以拒绝了。那我们首先先来问一下杨老师，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现在成立的紧急政府的暂时的内阁3人小组，那如果我把内容告诉你，你就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大条了。这3人小组，第一个是内塔尼亚胡自己，总理；第二个是他现在内阁的国防部长，跟他一样是属于比较激进派的，就是这个成员；第3个是第2大反对党的党首，但是这位之前是国防部长兼参谋总长，军人出身的，所以暂时内阁还真的很暂时啊。可是他为什么不把第1大反对党的党魁放进来？你要把反对党的意见放进来，应该在政治上，这个是要把第1大反对党。结果呢，它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准备作战，这什么意思？也就是他们接下来是不是针对加萨的军事行动，要真的从军事以及作战的角度去往前推进？那怎么样去达到消灭哈马斯？那就是一栋一栋的这个大楼去侦查，然后呢，一栋一栋的去扫灭。先做轰炸，然后呢，军队的推进，我觉得其实已经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本来美国派了1艘航空母舰来，那土耳其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个戴尔段说，你派航空母舰来做什么？来威慑，特别是伊朗、黎巴嫩、叙利亚这些国家，甚至还包含也门。那现在他派第2艘，我觉得很清楚，也就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接下来以色列要采取的军事动作，由这个暂时内阁的组成，加上2艘航空母舰会到地中海来，你大概就知道他们的动作会很全面性。所以以巴战火会不会俄乌化？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它会变成扩大，然后呢全面，以及会真的会延长。以巴战火的俄乌化。会不会有将来这样一个情况？那俄乌战争呢？现在可能大家都忘记了。有些人大概蛮高兴，我觉得普京可能蛮高兴的，媒体都占据了焦点，被这个以巴战争所带引到。所以现在你看到，在2016年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有一个就是伊斯兰国，对不对？然后呢，在叙利亚的北部跟伊拉克的这个西部，美国的军队在那边针对有个地方，大家应该有印象，叫摩苏尔。2016年的时候，全面的扫荡，他管你什么平民不平民。后来计算，平民大概在那一场2016摩苏尔的扫荡动作当中，死亡数千到数万人，媒体完全没有注意到。但是我看到，就是相关的就是这个报道，在中东地区这个报道有提到，所以会不会未来有这种情况，我们其实要密切观察。好，请教介老师。现在整个以色列还有海外的犹太人，现在是一片悲愤，因为事实上的话，这个哈马斯的这个部队攻入以色列以后，目前大概造成以色列的平民大概军人一共死亡大概1500人。那现在他们正在清查很多被屠村的那平民死伤非常的重，那这个过程也蛮残忍的，所以以色列现在
整个犹太人社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复仇的清理。那所以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已经讲了，他说啊，他要以色列国民做好心理准备，是一场长期的一场战争，这个不是短期会结束的。另外一个他说要改变整个中东的这个结构。那还有就是说，基本上他要把哈马斯给他整个就是加萨走廊把它铲平啊，那全部把它就是说整个一次把它怎么样彻底把它解决掉。那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个对加萨走廊这些轰炸，可能就是为了地面部队进去做的准备性的一种工作。那我今天上午看了这个一个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个顾问他接受英国的媒体访问那英国记者就说，你们现在对加萨这个攻击那基本上也造成了很多妇孺尤其儿童的伤亡这些你们怎么看法？结果呢，这位顾问刚开始是不答，就是说因为他说，因为这个哈马斯用了很多平民当做他们的人肉盾牌，所以呢造成这些伤亡。那后来那个记者就说，那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要顾及一下，就要尽量不要造成这个平民尤其现在有很多这些妇孺跟这些妇女跟儿童都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那这位顾问就说他就直接讲说，他说你看过历史上哪一个战争没有平民伤亡的？对，然后他再加一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敌人知道，凡攻击以色列的，基本上我们要他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以内塔尼亚胡来讲的话，还有现在整个以色列的气氛来讲的话，我想这一次可能目前的决心就是要彻底把哈马斯这个组织把它彻底毁灭掉。那么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不会计代价了，不计代价。那现在就是说这个部分，他们现在正在跟这个美国也出面协商，叫埃及开放这个所谓的人道走廊，让一些平民先离开。可是从埃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第一个，这个难民进入他要负责难民；第二个的话，你把这些平民都送走以后事实上以色列更好下手。你看到底多对这些平民还是有所顾忌，所以现在大战是一触即发。那什么时候以军挥军进入加萨走廊我觉得是随时都有可能的。好，请教杨老师，请教郑源哥。战争通常会有它自己的规律，最好不要启动战争。只要启动战争的话，战争只有输赢、生跟死。战争里面你找不到同情，你也找不到同情的眼泪，你只有自己的眼泪。所以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要发动战争的时候，都要仔细的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战争只有实力强与弱，战争没有什么其他道德的考虑。不要以为战争中会有道德，那是想太多了。那因为战争有这么一个很复杂的层面，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几万年来，战争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尤其是弱者要挑战强者，要横挑强梁，自己的准备工作有没有做好，要再三思考。以目前的况的话，巴勒斯坦的老百姓真的很令人同情。然后他们在一个很悲伤、很觉得屈辱的状况底下，把哈马斯选上台。哈马斯政府就是统治加萨走廊的一个政权机构，那他们也无力去反击哈马斯。那选上了哈马斯以后，哈马斯取得权力呢，就开始部署他们的革命圣战。那这革命圣战，他们本来以为可以引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协助跟同声这个来帮他们忙，来为跟以色列打一场大战。可是事与愿违，你看看，连加萨走廊的难民，埃及都不收，埃及都不愿意参加这场战争，他当然不会收嘛。那既然埃及没有想要参加，其他国家还有个像样的人可以参加吗？还有伊朗吗？就发表个声明，连制裁以色列的动作都没有，你说他能干嘛？然后沙特、阿联酋，所以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在这一场里面啊，都纷纷的口头上声援，就表示这场战争的格局已定。那你说真主党，别讲笑话了，黎巴嫩真主党总共人数多少？600人，加上他的后备部队3000人，或者说他的民兵1万人，这能干嘛？在以色列面前，这简直是肉包子打狗嘛！那你说什么青年运动、也门青年运动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胡萨组织，别搞笑了好不好？这些他自己打内战可以，你应付那种正规军营行吗？所以我是觉得，哈马斯的领导人，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你们想复仇要挑时机好不好？要准备好实力，你发那5000颗这个飞弹导弹打一打就没事了，是不是？你简直就是让以色列有剿灭你们的口实嘛！所以我是觉得战争既然启动了以后，其他人嘴巴谴责同情以外，实际上什么事都做不了啊，因为他邻近国家都做不了了，那何况是更远的国家？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你们同样拜同一个上帝，可不可以早一点显灵啊，让你们停战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美国当然立场上面就立刻跳出来是支持以色列的哟。那甚至拜登啊还跟着讲说，有看到那个斩首婴儿的照片啊，然后结果这一番话出来之后，白宫赶紧否认哦。白宫的官员就讲说，这个澄清啊，就说否认美国政府有看到有关的照片，所以看起来现在也是讯息非常的混乱，已经开始在打讯息战了。哈马斯也是矢口否认哦，就说绝对没有什么斩首婴儿、袭击妇女，这是哈马斯那边的一个回应。那再来，这个现在巴勒斯坦的外交部也指控说，以色列的军队是不是对加萨地带在使用白磷弹？那我看到联合国的秘书长是讲说，目前也没有收到这个以色列使用白磷弹的报告哦。那可是对比之前就是俄罗斯使用，就是有传出来俄罗斯使用白磷弹消息。联合国是赶紧回应就说，这很担心下一步可能会动用核武，也有予以谴责。但是，人家讲说，看起来好像反正现在讯息因为很混乱，或者是说联合国也比较就是不太想要在第一时间可能这个立场上太过鲜明，因为现在联合国也是主张说，这个对于加萨走廊的轰炸也有人道上面的一个问题也是呼吁说这个以色列要冷静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白宫也有讲到说，现在因为以巴情势非常的紧张如果有需要的话会加派美国的航母驰援。科比有讲说，艾森豪号将要抵达这个地中海来执行预先的任务，如果有需要的话，艾森豪也是可用资产另外也会派出 F-35跟 F-15来巡弋这个地方。那专家就讲说，美国派出一个航母攻击群算是一个正常的威慑，但是如果部署2个航母攻击群的话，显然是要向这个地区的国家进一步的释放讯号，因为现在传出有非常多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可能都会参与这场战争所以现在是不是要赶紧派2艘航母在这边维持一下，就是避免这个战争更加的扩大。那现在拜登的新中东围堵他主要就是要围堵中俄，是不是已经告吹了呢？因为主要他本来是希望沙国跟以色列能够有这样子更就是关系正常化那我们看他现在目前是要派布林肯，大概在本周3到本周5要前往以色列跟约旦。那一方面呢是为以色列在加沙这边动武来清扫外交障碍，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要防范这个伊朗的影响力增加，防止阿拉伯世界更加的团结嘛。那我们看到这个沙国已经宣布了跟以色列正常关系化的谈判现在要搁置了，相关谈判已经搁置，因为毕竟他们可能阿拉伯国家最终还是会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是不是会比较靠向站在巴勒斯坦这一边呢？就连这个沙国跟伊朗在中国大陆协助他们复交之后呢，也进行了首次的通话这个阿拉伯的王储跟这个伊朗的总统，他们现在讨论到的就是这个以巴冲突。那还有我们看到连这个土耳其的
教育部次长哦，都转贴了这 X 上面的这个以军空军哦轰炸加萨的一些短片，然后甚至还讲说纳坦雅胡有一天他们也会向你开枪的，你会死的。所以看起来这个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对立火药味非常之浓。那再来我们看看普京也沉默了4天之后发声，他讲说这个以巴冲突呢，就是代表美国在中东政策的失败。他说华府一直想要用垄断的方式来管理冲突，那漠不关心双方可以都接受的一些妥协方案，一方面在推动美方的想法，另外一方面在施加这个以巴那另外还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的一些基本的利益，所以他觉得这是美国也要负上非常大的责任。那还有现在中方也是赶紧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就赶紧就这个以巴的局势来跟巴勒斯坦的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来进行通话。那泽伦斯基在这个时间点也跳出来，也有版面他讲什么？他反而要去访问以色列了。过去都是很多人要去基辅，现在泽伦斯基要去以色列了。他说：“我无意比较，但是我们国家正在发生可怕的战争在以色列许多人失去亲人，而这些悲剧各不相同，但是都巨大无比。”他也警告说，如果国际的注意力离开乌克兰的话，将会持续产生后续的影响。所以现在目前美国的防长也宣布给予2亿元的最新的一些军援，那他也打算要去到北约的总部来争取新一波的军援。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现在基本上的话，这个世界上在对于这次以巴冲突是相当的分裂的那可是我最近都在看欧洲的这些反应事实上欧洲反应现在他们比较注重就是说巴勒斯坦，就是说加萨走廊在以色列的空袭之下那么这些人道的关怀的事情有没有受到重视？而且就是说以色列在进行报复性攻击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那以色列的话，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对这些问题都拒不答复，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凡攻击我者必定让他知道付出严重的代价。意思就是说你制止你下一次再采取同样行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次让你痛到底，让你觉得你只要来侵犯我的话，那就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其实上对立正在快速的升高。这个对立到最后会是什么样？阿拉伯国家现在就是说，现在也是群情激愤，跟以色列对于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对他们的攻击群情激愤两边都群情激愤。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如果说以色列挥军进入加萨的话，那一定更造成更严重的伤亡，因为这是一块非常拥挤的地方有人说跟香港差不多。你在里面进行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城镇战的话，那个是没有办法区别平民跟这个战斗人员的，那势必造成平民大量的伤亡那可是就是说，这个如果发生的话，我觉得世界上目前会更分裂，而且美国会比较孤立一点，因为美国是没有任何选择的全力支持以色列。那当然，他现在派这2艘航母进去，基本上应该就是正责这种尤其是像伊朗这样子的国家直接插手。那可是问题就变成说，阿拉伯国家事实上在过去在面临这种以阿战争的时候它也是有一种不对称、间接的方式表达它的一个支持对巴勒斯坦的这个支持。那现在就是说。最敏感的会是2样东西，一个就是石油的价格，一个就是天然气的价格。如果它涨了2倍的话，石油价格会让美国受不了，天然气价格也会让欧洲受不了。所以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中东，可是它牵动全世界。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适可而止吧。好，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我的判断是，这一场战争是一个小型的地震，最可怜是加萨走廊的老百姓了。但是会不会影响全世界我看不出来。就是以目前的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各方面价格相对稳定，理由是一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在国际经贸体系上并没有重要性；二，这些只要沙烏地阿拉伯没有要介入的话，那伊朗也没有要介入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扩大不出来。
然后3再加上美国的强力压制，那其他的国家更没有力量来运作了。以前黎巴嫩有真主党，那黎巴嫩后面又有叙利亚，一个黎巴嫩是一个破碎的国家，叙利亚是一个内战分裂的国家。现在阿拉伯世界是在空前未有的低迷的状态，所以要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局面，要给巴勒斯坦帮忙，就是口惠实不至。你只要从埃及就看得出来了，埃及喊说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但是难民我不收，这什么话啊？这跟连波兰的那样子帮忙乌克兰都比不上哈。这等于是让这个美国哈跟以色列在这方面哈可以占一个局部的有利的地位。但是刚刚季大师讲得很对，欧洲并不以为然，因为欧洲有很多伊斯兰教的这个居民，他们也不想让他们内部产生分裂，所以他们一方面会谴责以色列，一方面呢也会想办法人道支援加沙走廊。可是问题是，他们不敢制裁以色列。换句话说，什么动作都不做，也是嘴巴讲讲而已。那全世界大家都嘴巴讲讲，可是加沙老百姓还是继续的可怜下去。那普丁呢？你看啊，他的讲法也是一样啊，说指责美国没有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可是你说，以俄罗斯跟以色列的关系，他会对以色列进行制裁吗？他也不会啊，所以他也不会。那泽伦斯基实在是，我现在搞不清楚，他现在来蹭以色列干什么啊？这个会不会算盘打错了吧？这时候蹭以色列怎么说怎么怪。当然，他本人是犹太人，那他在某种程度上以犹太人的心情去体会以色列。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哦，你不得罪所有的阿拉伯人嘛？还有很多非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徒，那对你乌克兰并没有一个国家利益可言哦。所以政治人物当忘了国家利益哈，只是在考虑个人的想法主张就像哈马斯一样，结果就是让老百姓跟着受苦。好，杨老师。我们现在大概都知道，这次哈马斯发动这场大突袭，真的当然不应该针对平民，尤其那个露天音乐会以及这个屯垦区的一些家庭，这个对平民的军事行动是不应该的，也应该受到这个指责的。可是持续你现在看到他发动这场原因是来自于美国想要去推动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和解跟建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些其实已经都没有明天在这个加沙走廊里面的这些人那他们当然会觉得说，是不是会被这个阿拉伯世界的老大沙烏地阿拉伯给放弃了？那结果呢？各位，我找到证据，9月22号，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做演讲，25分钟的演讲，你看有3个图这是他在那个演讲当中所提出来的一个手板，各位我把它放大你看那个手板，它里面讲说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会建交，那建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那个以色列有没有2个国家、2个颜色？完全没有。然后呢，他拿出了一支笔，在这个演讲当中这支笔他画了一条线。这条线，这是内塔尼亚胡在9月2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做的演讲。他拿着笔画一条线，这条红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印度跟美国在推的叫印度中东和欧洲经济走廊，叫 IMEC， 也就是认为说可以去挑战这个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为什么他画这条线？因为前提是，如果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建交，这条铁路才盖得过去，从以色列北方的叫做哈法的那个港出港到意大利去。现在这一切都黄掉了。那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说，这已经完全从桌面上拿掉。他前天还跟伊朗的总统通电话，指责以色列在对待巴勒斯坦人上面的长期的压迫。所以当我们在谴责哈马斯的这些大突袭所造成对平民的伤害的时候，没有错。但哈马斯不是巴勒斯坦，你不要忘记，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在同时的做类似的动作。那你现在让我们更加的理解到，大家以前都觉得中东的问题好复杂，真的很复杂。几千年来，因为我亲自去过以色列、耶路撒冷、戈兰高地这个屯垦区，还有就是那些巴勒斯坦的难民营，我
20年前就看到这种情况，现在的加沙走廊的区域更严重。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去所谓的追杀、消灭哈马斯，造成整个更大的人道危机，这是对全人类的一个否。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这个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哦，这个赖清德啊，讲说，身为执政党，他这个其实对于赵少康提到这个兵役1年哦，浪费大家的时间。赖的近半，他们就讲说，侯友宜认同这个事情吗？那他就是现在喜欢用反问的方式，对于任何的质疑哦，学生质疑我也反问，然后对手阵营质疑我也是用反问的方式哦，千篇一律。那你自己怎么不回答这个事情呢？而且侯友宜之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侯友宜之前就讲说，反1年的义务役哦，当选之后要恢复4个月，而且一定要确保两岸的稳定和平嘛。那你自己要讲啊，你是出来选执政党，你为什么不表态呢？还是现在千篇一律，就是在闪躲任何的话题？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国防部的业务报告，独漏以巴战争开打对于台湾的影响哦，因为邱国正的书面报告完全没有提到以巴冲突，人家想说，是国防部慢慢拍吗？怎么业务没有跟上哦？好像以巴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一样哦，只有在这个书面报告里面强调这个俄乌战争跟这个中美之间的对抗哦，感觉上面好像没有来得及 update 就赶快跑去做进行报告了，所以让人家觉得说，国防部好像如果用这样的一个业务速度的话，令人堪忧。那再来我们看看，致以色列的台人向外交部求助，遭到冷回应。外交部那时候讲，我们昨天有提到啊，你自己上网订机票嘛，就是讲了这一句话，然后所以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讲说，外交部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不帮忙呢？现在开始有一些是不是亲绿学者就跳出来声援，就说，你这个在以色列的台湾人，你自己不会想办法吗？他还说这个要拒绝拒英哦，他说媒体跟政客如此鼓吹拒英的心态哦，一直在扯外交人员的后腿才是最可恶的。让大家更不懂了，因为其实人民纳税不就是希望有政府的保护跟照顾吗？那如果要求太超过，其实你说明就好，怎么就变成了巨婴了？怎么觉得说，政府你没有帮忙我，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马上跳出来骂人民，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政府呢？那所以我们看看对照一下，以前在2011年呢，311大地震的时候，马政府协助这个仙台东北大学35名台湾学生撤离，那其中呢，这个蓝国伟他不是正式的留学生，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没有接到撤离的通报，所以几经波折才回到台湾。当时民进党是怎么骂呀？你看高志鹏根本是放任台侨自生自灭，会被唾弃啊！林淑芬当时也是质疑说政府到底是无能还是故意不作为？难道是欢迎3万多位台侨回归祖国，指的是中国？就是当时骂的这么凶，现在我们质疑叫做巨婴啊，这就是绿能你不能。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台海的紧张情势哦，国防部有公布一个最新的报告，就说跟去年相比，解放军的军机这个就是等于说超过中线的这些次数今年大概平均每个月比起去年来说的话，增加100架次去年的数字大概是280架，那现在今年每个月都到了380多架所以他说，这个中国大陆近年持续拓展政经影响力跟所罗门群岛升级战略伙伴关系也企图在当地设置基地，所以要把兵力的活动范围突破到第2岛链。那但是我们看看现在国防部要这个等于说修法偷渡迫切性的建案要动用第一预备金，结果主计长朱泽民强硬的回应因为国防部在5月的时候修订了这个国军军事投资建案作业规定在迫切性的建案里面增列了这国防部报经行政院核准得以用第一预备金之印，已经超过预算编列之10成之新增迫切性的建案。他说国防部制定这样的规定是自己走到死胡同所以主计长好像
觉得不以为然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大家很担心啊，看到以巴的这个冲突战争之后，下一个战场会是在台湾吗？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就开始在讲说，这个俄乌战争陷入到持久战，中东的战火又在起所以现在这个台海的紧张情势又升高，所以这3大区域的冲突是环环相扣啊。那赖清德的讲法是说，希望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也在中东纷乱之际台海能够往和平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呢，这一位克拉福特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前大使之前还有来台湾，就是拿黑熊娃娃这个照相相关的。那他就讲说，美国应该以战略清晰来取代长期的战略模糊，并且向北京明确的表示，如果侵略台湾，美国将会来防卫台湾那再来看看，这个福建舰也将要海试现在亚太的美军也非常的关注这消息。美国的媒体就讲说，现在中美两国正处在这个潜在航母技术竞争的状态因为中国大陆现代化的航母技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所以引发了美国的忧虑。而且中国大陆也首次有这个星地雷射高速图像的传输成功，然后实现了高频宽小型化的随地部署所以这样看起来也提高了这一个星地雷射数据传输的可靠性跟稳定性。那另外呢，美日韩现在联合的军演说要演习这个海上拦截，意在吓阻北韩因为韩国的高层就是海军的高层，他们讲到说，现在必须要加强合作来阻断北韩违反联合国禁运，从他国来引进相关的物资跟技术的一些管道。那专家也示警就说现在美国好像有一个盘算就是说新冷战的枪口转向瞄准了亚洲，因为美国不断在扩大他们主导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小圈子，比方说在南海跟菲律宾这一边的状况跟台海这一边都在进行一些这个外交政治跟这个军事上面的干预要继续孤立跟打压中国大陆吗？把亚洲拖进危险的新冷战阴影当中。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郑源哥。少康兄提议的有关于兵役年限的政见，是对战斗蓝所提出了几项重要政见之一。那战斗蓝的立法委员对，都是国民党籍的所提名的，也就是说，国民党的立委们认同赵少康先生所提的这些基本的意见。不过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就是少康兄提的政见简单明了，很容易懂。那也跟现在的民进党政策有高度的一个不能够互相并存的一个现象存在。举个例子，那个兵役就是维持4个月，讲得很简单又很明白。那跟侯友宜一样不一样可能有一样，也可能不一样。一样是侯友宜有很多的附带条件，就是说，等到两岸和平稳定之后，我们再把兵役恢复成这个4个月，也就是侯友宜目前认为还是跟民进党一样，要把兵役延长没有关系，但是他如果当了总统以后，把和平稳定，两岸和平稳定下来，再来把兵役完成，被修改到什么4个月，一个是有附带条件的，一个是没有附带条件的。那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总该有人出来把这2个做协调跟讲清楚。再第二个，少康兄讲的这个核能是马上要很快，最快的速度，让它达到了20%以上的我们的供电量。那侯友宜里面讲的核能政策也说要恢复核能，但是它也附带了很多条件有的时候要到10年以后才会实现。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很多诟病说你并不真的要去恢复核能。但是侯友宜有他的考虑在他可能有关于这环保选票啦，这个反核的选票要去考虑。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国民党中央要不要出来协调一下，什么样的政策是代表国民党的中央的政策，还是什么样的是各自的候选人可以自由发挥的？要不然的话，立法委员唱个调，总统候选人唱个调，那国民党中央不见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反而引起对手强烈的批评。这样我觉得不宜。我是觉得我们外交部很奇怪，外交部没有听过什么叫撤侨吗？撤侨是指撤在当地居住，不撤旅游的吗？那美国人 AIT 每一次的演习撤侨，我左右两边都是这种外交大师撤侨是把自己的国民撤回安全的地方，还会分你是你是在那边住几个月，还住几年，还住几天，是不是？有这种干法吗？没有啊！你外交部没有能力撤侨也就算了，不要说人家是巨婴。好不好？
你外交部才是巨婴，好不好？你民进党才是巨婴，好不好？连最基本的撤侨都不会，你只会什么？只会吃饭呐、只会卖巴西蛋呐、你还能干什么？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脑筋短路了，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有地震、有灾害、有战争，就要撤侨啊。以前不是台湾9.1大地震的时候，很多日本人，日本飞机怎么撤的、啊？看过没有？连菲律宾都懂得准备撤侨，你这个没有能力撤侨啊，就闭嘴，少讲2句嘛。攻击老台，其实当然国防部很紧张，那我们的空军弟兄也很辛苦，可是毕竟危险还是要政治解决。巴勒斯坦是一个例子，乌克兰是一个例子。如果你没有在政治解决方案找到方法，贸然的爆发战争，那吃亏的是谁？已经很清楚了。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谢老师。对这个大学的教授哈，当然没有搞清楚状况啦。他这个事实上这一次，我们驻以色列代表处出这个问题啊，事实上是因为有这个国人啊向他求助，结果呢，这个我们外管居然说，那你自己要上网去解决，自己解决啦，就是说你这些定位啊什么的，然后还说这个有虽然各自的泄露问题。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一般情况的话，还勉强说得过去。可是现在是急难救助，因为那边发生战争了。对，那位这个求助的我们的国人啊，他说我在机场外面已经听到爆炸声了，我现在情况很紧急。那居然这个外管在这个情况还要他自行去解决问题啊。这个其实我们不要拿，我不晓得现在吴钊燮主持的外交部是什么标准啊，反正都自力救济，照国际标准的话。这个时候是已经要主动要去把在这个国家驻在国的国人所有要主动找来，然后帮他们把他照他的意愿撤侨或者留下来，要主动联系了。对，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是国际标准，这个叫灾难紧急救难。对。因为这里面快打仗了，所以这个已经是非常离谱了。而这件事是这位受到这种对待的一位国人在自己脸书上把这个事情把它披露出来，而且他是用一对话的方式，他打电话去代表处怎么回他都写得很清楚。这件他这个一般人的话，这位国人的话，说起来不是什么巨婴啊。你换说是你的话，你当然希望赶快离开这个战地嘛。那如果说你自己国家住在当地的这些外交人员这种态度对待你的话，如果是这位教授，你作何感想嘛？这不是巨婴啊，这是一个受害者啊。对啊，所以那社会对他声援的话，也是对这种事情觉得这样子的外交部门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我们要提醒他一下，注意你在外管有这样子的这样情况。这可能也不见得是这个是这个外交人员，可能是当地的这些可能是当地的人员做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护短护成这个样子。我本身也是外交部出身，我碰到这种事，我觉得那应该要彻查，以正风纪啊。因为外交部有紧急救难协助的规定啊，有 SOP 啊，这当地已经各国都在撤侨了，你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应对国人的这个请求协助时用这种态度用这种语气回答？这是完全就违反外交部基本的我们基本的行为规范嘛。那你外交部还要出来说，外交部感觉到非常的震惊，觉得如何，透过这个什么这个中央社发表一个新闻，然后还反咬一口，然后这是假新闻啊，或怎么样，如何带风向啊？这个新闻这个讯息是从受害的民众自己的脸书里透露出来的，对，没有人要希望发生这种事啊。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外交部门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之下真正已经把外交部门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那还要再发动学者来替他自己护航，你到底要做什么？干脆你就说你是独裁政权好了。你爱为所欲为你就为所欲为啊，所有的标准，国际的标准你都可以不顾啊。那如此的这种政府这种外交部门真的我觉得应该要彻底整顿了。
刚刚听大使这样讲，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我明明是在打一个求救电话，就像假设你打到警察局打119求救，结果他就反骂你是巨婴，你都已经在求救了，然后结果还被反骂，这是我们要的一个政府吗？杨老师，外交部处理这个事情呢，真的是非常不好。他第一时间透过中央社发一个新闻稿，然后呢指控别人污蔑。那你看脸书上去看嘛，那样一个对话是不是事实呢？在以色列，我们有多少人在以色列求学或者是这个经商，并不多。可是我们在以色列的代表处不小哟。我们跟以色列有很多的一些合作的计划，其实外交部都查得到这些讯息人员。那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全球关注的，大家都紧张的，是不是？那你能不能有同理心？两个因素了。我真的必须要讲，我虽然自己不是外交官但是我过去处理过许多的外交的政策跟事务。外交部的人员，我觉得到了一些基层或者是外管人员那个官僚气息真的蛮严重的。外交部这并不是讲哪一个政党，真的自己要面对这个问题那其实驻外人员的薪资是不错的，那当然。这有相关的 SOP， 一定要把它做得好。至少碰到这种紧急的时候，你态度上是要去协助这些有需要的这些同胞们。那第二个，在台北的这些做高官的外交部的人员，你用政党斗争的态度来去看这个事情，那也不对嘛，是不是？你怎么知道那个写脸书的需要协助的人，他是哪一个党的呢？那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第二个，我觉得赵大刚提的兵役1年，其实大家都没有想象到，要用年轻人，我们都当过兵，我们那时候2年兵的时候，你知道会影响到你整个在年轻的那一段时间的多少时间？你前后加起来至少多1年，也就你当1年兵事实上会耽误或者是拖延，或者是说呢，你会要2年的时间，你才能去安排你下一步的动作，不管是就学，还是说出国，还是说就业，那因此就时间成本而言，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因素，并不是这么多人进入到就业市场，所以要从一个不是单纯只是一个国防部的角度，你要从一个整个就业市场或经济的这个角度，以及年轻朋友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1年当兵。等待当兵，当兵之后再寻找下一个阶段，加起来前后加起来起码超过1年。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提出来。第三个，我觉得美国现在其实已经在面临2场战争，2场代理战争。那对美国而言很清楚，这个以色列的重要性远高于乌克兰。那虽然乌克兰已经打了这么久，但是呢，以色列这个情势。以色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海外的3大核心利益，西欧、以色列跟日本，很清楚。当它发生事情的时候，它等同于自己受到这个类似的攻击，它会全力的支持。现在很清楚，它这个2艘航空母舰就可能代表着接下来的这个动作会扩大。因此，当有人讲说这个会有冲突连线，或者第3场作战，或者在台海，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在那边自我在那边闹，要找台海这边再起另外一个风波，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王哲马上回来。